作为水的国度，枫丹与水元素息息相关。这不仅局限于游戏场景中随处可见的水域，以及全新的水下玩法。水流动回旋的特性也融入了枫丹的故事与文化之中。如何通过音乐表现出水的特性，将是我们首要考虑的问题。其次，枫丹借鉴了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家元素，我们会格外注意与蒙德的中世纪风进行区分。在乐器和风格的设计上，既要保证有统一连贯的欧洲风情，又需要有鲜明的枫丹特色。就是因为我们当时重建 PV 的时候，当时面临的最大的困难主要是时间紧、任务重，需要大家在短期构思出来一个有效的方案，做出突破。在进行创作之前 ，IP 跟我们分享了枫丹的设定与故事，包括城市的风貌结构、人文氛围与剧情走向。这些素材呢，也激发了我们对音乐的创作灵感。水将枫丹分成水上、水下两部分。水上部分，我们更多选择经典的欧洲乐器，例如曼陀林、鲁特琴、维尔琴等等。同时，我们也尝试为枫丹注入一些浪漫气息，例如体现都市时尚感的爵士元素、颇具戏剧感的华尔兹元素，以及雍容华丽的巴洛克元素。I'm Robert Ziegler, and I'm the music director and conductor of this recording session. As I understand it, each version of the game that comes out takes in a different sort of part of the world, a different culture. So this time it's fairly Western. In addition to the symphony orchestra, there's also some Baroque music, some Baroque instruments, harpsichord, lutes, and things like that. Whereas the last time it was centered more around the Far East and the Middle East, so we had a very exotic mixture of ouds and Middle Eastern wind instruments and things that really you never hear alongside a symphony orchestra. So each time we come to record a new score, there's this really fascinating mix because they're using the symphony orchestra to sort of lean into a different global culture. There's very jazzy stuff that's really wonderful. There's more cabaret stuff, and then there's just really big, grand, generous, sort of sweeping music. So I'm very interested to hear what it sounds like when it's put together with the game. 在水下，我们以电子元素和人声吟唱为主。电子元素更多体现水下的奇幻色彩，人声吟唱使得水下世界更加安静美好，强调美和幻。我们也想避免玩家在水下体验的过程中有幽闭感，所以在创作时也会注意适当的让音乐轻快悠扬，而不只是神秘。在人文典与大世界音乐的创作中，我们的风格呈现多元化特征。我基于枫丹整体的泛欧洲的风格基调，参考了上至文艺复兴、下至浪漫主义时期的德奥音乐风格，也包含了圣桑、加布里埃尔·弗雷、莫里斯·拉威尔这一谱系的法国音乐风格。枫丹黄昏的原野和天空让我想起库普兰之墓中描绘的景色。我也效法拉威尔，在枫丹大世界和人文典中仿写各类古代音乐风格与题材，包括文艺复兴时期的牧歌、里切尔卡以及刘特琴作品。在创作主城音乐时，除了使用近代欧洲的乐器体现城市白天的朝气蓬勃以外，在夜晚音乐中，我也通过模仿复调的手法，让音乐在此起彼伏后回归孤寂之中。枫丹主题曲比起场景音乐会更加着重叙事，在音乐动机上我们进行了一些调整。足迹中的枫丹旋律和云中的主题区分度不太高，再三讨论后，我们决定把那段主题给到仆人相关的内容，重新创作枫丹的主题。好的演员必须磨练技巧，
我选择了3拍子圆舞曲的节奏，让主题听起来更加有名贵高雅的气质。The music for Genshin Impact that I've been working on has been a real collision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So we've had old instruments and new instruments coming together to provide a really exciting new sound world. I think new for all of us. 我参考了奏鸣曲式的结构来展现叙事感。奏鸣曲分为呈示部、展开部、再现部3个部分，而展开部作为这部曲最有特色的部分，一般通过旋律不断的变形、展开来推动音乐的叙事。而创作中，我有意强调了展开部的作用，让不同的乐器接连登场，试图描绘出具有悬疑和戏剧感的画面，用蒙太奇的方式将故事推至高潮。Based on the melodies and on tracks that I've been playing and recording, I feel that it's very mysterious music, and I feel that almost characters in the game are really searching for something special. At times it is very happy, at times it's also sad, and perhaps even certain melodies are really evocative and mysterious. 类似这样的东西。对。花语间的轮舞这首战斗音乐，用简单的3和弦上行、下行的动机，来象征枫丹盲性和荒性这2种全新的战斗属性。它也是一个贯穿版本任务线的主题。其实吉他出现的时候，旋律是在战斗曲咏歌与凯旋的构思中，我尝试了几种风格的小样。但最终还是选择了这首比较欢快明亮的版本，也是希望能够展现一个较为流行与现代风格的枫丹音乐。较多的装饰音可以让旋律听起来更加的婉转，3把吉他、铜管组和较多的色彩乐器可以让音乐更加具有幻想欧洲的曲风。节奏上的一些变拍处理可以让律动切换得更加频繁，这样不仅能够增加张力，且能维持住旋律的新鲜感。这也是区别于以往将主题与动机贯穿在音乐中慢慢发展的思路，结合了对枫丹地区音乐风格的考量。这个拉得挺齐的，感觉。我们的录制是远程进行，乐手会在录音前根据谱子给我们一些反馈，比如哪些音超出音域无法演奏，或者演奏效果会不尽人意。希望老师注意一下音准和节奏，可能这边多来几遍就 OK 了。他们会推荐同类型的其他乐器演奏，这些讯息对我们来说很有帮助。我们也在调整曲谱的阶段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这些反馈使乐器的录音表现尽善尽美。Glass Harmonica 在全英国据说只有2台，其中1台还在博物馆里。玻璃类的乐器演奏难度极大，在录音中不可控地出现了像划玻璃一样的刺耳噪音。对于我们和录音师而言是很难受，却也是蛮新奇的。古典吉他是很常见的乐器，但事实上因为我们的曲目难度非常大，加上吉他在按弦的时候需要乐手很强的控制力去控制句法和手指演奏带来的噪音，所以实际在录制和后期编辑上花了非常多的时间。这次枫丹 OST 的制作 ，Hillmix 的一些小伙伴赶赴到了伦敦的 Abbey Road， 线下参与了混音的调整与沟通。混音中，我们主要对一些演奏中乐器无法完美呈现的部分进行修正，比如音高、节奏、细节上的一些调整，往往需要大量的时间。比如我们希望水下的音乐更需要广阔的声场和流动感，或者想要曲子听上去更梦幻、更悠扬，面对面的交流会更高效准确。同时，音乐宣发的同学也在同步推动着枫丹交响乐的现场和 MV 的拍摄。I'm really excited that this is the occasion where finally all the musicians come together in one space. And for this concert film,
after weeks and weeks recording the music part by part separately in studios with very small groups of players, finally we have them all in one space together. So it's actually the first time these pieces have been heard in their entirety, and you can see that on the musicians' faces actually. They're so excited to hear the sound of all the different instruments playing together. 我们还一起参与了音乐宣发同学负责的 MV 拍摄现场。音乐视觉化呈现给大家之前，也经过了一系列的选景、看景、分镜撰写以及拍摄后期等等复杂的过程。我们和宣发同学都认为，展现交响乐的画面更加有利于大家理解音乐的全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次去英国的经历对大家而言也非常特别。音乐创作很多时候需要亲身体验才能有所感知。是的，包括当地的音乐，也包括当地的美食。原神大部分创作是比较传统的管弦乐，因此每个人的创作特色反而会显得更加重要一些。让大家发挥各自的特点，然后融入到我们构想好的大方向中，反而可能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们也和旅行者一样，未来还有太多迎接冒险的机会。